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想简单聊一聊在华留学生超国民待遇这个话题。4月初，江西的南昌航空大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我们先简单叙述一下事情经过。起因是学校打算斥资约 1.4 亿为外国留学生重修宿舍，项目文件已经获得省政府批准。而这份文件在流传到网络后，引起很多学生不满。因为中国学生的宿舍往往是4人间，狭小拥挤，许多设施也存在陈旧老化的问题，而留学生宿舍是双人间，住宿条件本就优于本国学生，现在学校还要进一步改善，这自然让很多学生感到愤怒。另一个不满的原因是对贪腐和挪用的怀疑。因为该项目造价要远远超过给本国学生居住的宿舍楼。有网友表示，学校之前申请新建的研究生宿舍共5栋楼，总面积才42000平方米，留学生宿舍只有1栋楼，建筑面积却高达36600平方米。然而，留学生的数量连中国学生的1/10都不到。截止2024年1月，南昌航空大学有本科生 2.1 万，研究生4200多人，留学生只有240多人，扣除掉地下建筑面积，人均面积近140平米，这就显得非常夸张和离谱了，让人怀疑这个项目有以留学生宿舍为名，另作他用的嫌疑。其实，在华留学生的超国民待遇是一个非常悠久的社会问题，只是这些年来才屡屡成为舆论的焦点，学生的不满和抗议也是此起彼伏的。像2021年6月，河南科技大学学生在宿舍向校方喊话装空调，当时洛阳的气温酷热难耐，中国学生的宿舍里只有电扇，而留学生宿舍却是空调热水器配置齐全，点燃了学生的不满情绪。河南智库舆情网引用了一篇媒体的说法，批评河科大存在崇洋媚外的理念。崇洋媚外是中国社会从官方到民间都习惯采用的一种批评口气。比如2019年山东大学给留学生配学办事件引发广泛的争议，人民网就发文表示，为留学生配学办不是自卑就是自作多情。文章里质问，山东大学骨子里有没有洋人高人一等的自卑心理？如果没有，凭什么公开为外国留学生配学办？中国社会对这些事件的愤怒和不满，经常是诉诸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就是认为这些大学的领导们是软骨头，崇洋媚外，有民族自卑心理。这种思维当然也是中国特色历史教育塑造的结果。在中国的历史教育里，近代中国人的耻辱总是和国家权力的弱小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落后就要挨打之类的口号，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国民的耻辱都是由于国家的实力还不够强大，无法抵御外来的威胁，罪魁祸首要么是来自境外势力，要么就是由于本国内部出了崇洋媚外的叛徒，或者受境外势力蛊惑的分子。这种思维方式很有意思。在中国，许多人即使是表达反对官方的观点，思维方式往往也无法摆脱官方的政治宣传，比如从文革的立场上去反对腐败，从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角度去批评超国民待遇，但这经常遮蔽了问题的关键。当我们说到某些人有超国民待遇时，前提是这个国家得先有国民。在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伴随的是现代国家概念的形成，而国家的概念又是基于国民的共同认同而建立的。维系这种国民认同的是国家对国民权利的保障，比如我们在上一期视频里提到的议会对财政的监督权。而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中，对外国的排斥和警惕心理要远远多过对国民权利的强调。只要把所有的灾难都归罪于境外势力，并且打出抵抗外国渗透的旗号，那么国民权利就经常处于可以被随意牺牲的状态。从20世纪初到今天一直如此。我们曾经在社会发展5阶段论的那期视频里提到过，从晚清到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将中国的一切问题归咎于帝制，也就是专制制度。然而到五四时期，
将中国的灾难归罪于外国经济和政治渗透的观点，在年轻人中越来越流行。这种话语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国高校官员对外国留学生的优待，纯粹是经济和政治利益驱动的结果，而和对外国人的崇和媚毫无关系。经济利益就是教育官僚利用权力中饱私囊，搞权力寻租等等，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了。我这里想重点说一说政治利益。2010年，中国教育部发布了留学中国计划，文件强调要大力推动中国教育的国际化，培养一大批知华有华的高素质来华留学毕业生。到2020年，要使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留学生要达到15万人。2014年全国留学生工作会议指出，来华留学生教育要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提升国家软实力和教育竞争力。2016年，该会议再次强调，来华留学工作应为国家外交战略发展服务。这个所谓的外交战略就是“一带一路”项目。从在华留学生的来源地看，来自亚洲的占比 59.95%， 非洲学生占比 16.57%， 排名前列的有韩国、泰国、巴基斯坦、印度等等，总体上是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为主。从2015到2016年的数据来看，来自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数量趋于稳定，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则增势迅猛，通常都超过了 10%。 在曾经是殖民地的亚非拉国家，学生选择到英、法等前宗主国留学深造，是维持前宗主国关系的一条重要渠道。比如法国的10大留学生来源国里，就有6个是非洲国家，基本都是法国的前殖民地。这对于法国在非洲地区发挥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中国政府也看重了留学能够培养侵华势力这一重要的政治功能，试图与西方国家争夺亚非拉的声援。然而在中国，凡是被列为政治任务，通常都意味着要突破常规制度。相比欧美国家，在中国留学对那些亚非拉学生而言，并不具备太大的吸引力，因此政府只好越来越倾向于利用丰厚的奖学金以及各种隐形的优惠待遇来吸引他们，同时大幅降低入学和毕业的门槛，给在华留学生严重放水，随便混一下就能毕业。这对中国学生来说当然很不公平，也很容易引发不满，但对于维稳手段很熟练的学校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这倒可以视为中国在留学领域的低人权优势了。把吸引留学当作政治任务执行的另一个后果是配套法规的不健全。中国目前出台的针对留学生的法律法规缺少可操作性的规范，也缺少相应的部门负责。如果一名留学生触犯了治安管理条例，主管的执法机关是基层公安，但许多事项仍需要对接外事部门予以解决，这就造成了一个灰色地带，也导致了执法权限的不清晰。此外，基层公安缺少外语能力和相关知识，往往也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这些都助长了在华留学生的不良行为，比如骚扰女性、偷窃、抢劫、非法驾驶等等。因为政府和学校的着眼点只是为了完成政治目标，对于可能造成的一系列后果并不那么在意，这和大跃进时期只追求高产量，别的都不管是一样的。有时需要承认，低人权在很多情况下是更有优势的，而且越是在技术和知识含量比较低的产业上，低人权的优势通常就越大。然而在高等教育这个领域，这种以牺牲本国人民利益的方式吸引来的留学生，是否能达到官方所理想的亲华、知华的程度，其实是非常可疑的。因为中国政府虽然可以在物质上补贴留学生，但还有很多东西是补贴不了的，比如整个社会的多元和包容，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信任程度，这些无形的东西对一个人留学期间的体验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社会在文化上的保守，对网络的管制，以及名为保护实为提防的做法，其实都会让留学生感到在中国的生活并不方便和自由。值得一说的是，
长期以来，在华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在中国高校是免修思政类课程的学分的，但他们只是躲过了思政课程，却没能躲过课程思政。比如这篇文章就提到，针对留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课程思政有多么搞笑，我们在走向伪文化的中国教育那期视频里有专门介绍，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观看。在针对留学生的思政上，有高校教师提出了在药理学这门课上，可以将中医典籍和西方医药史结合起来，搞一个中西医结合。来自河北大学的一个汉语教育的课程思政案例说道，在介绍中国的名山时，要讲解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不知道这些留学生能不能听懂这种讲法，但在不上政治课这件事上，他们的超国民待遇和特权正在消失，和中国学生越来越接近了，这也可以算作特色的平等吧。尊重和信任的关系并不是单靠钱就能买来的，这其实和毛泽东时代当局进行大规模对外援助，但也没换来几个真心朋友是一样的道理。在朝鲜是如何绑架中国的这期视频，我们提到了毛时代对朝鲜的全方位援助，并未换来金日成和朝鲜人对中国的感谢。其实不仅是朝鲜，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1960年代，中国正处于饥荒和危机中，当时的一些非洲留学生就已经能领取高额奖学金和生活费，还有双人间宿舍，差距比今天还要夸张。同时期的苏联，为了批判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同时也是为了树立自己解放者的形象，也大力拉拢非洲留学生到苏联留学，并且提供了丰厚的补贴，比如给予非洲留学生3倍于本国学生的补助，吃外宾特供。然而很快这些黑人留学生就发现苏联政府只是想利用自己做宣传，对苏联的好感越来越少，苏联人对这些留学生的嚣张也早就不满了，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到70年代初，已经没有多少非洲留学生再愿意来苏联了。这样的事情其实说明了，专制制度打造的超国民待遇很难真正对外国人形成一种长久的吸引力，因为它是建立在政府在财政上不受国民监督的基础上，因而在整个社会是没有根基的，也是不可持续的。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在征税权、财政宪法的分析基础中提到，对现代国家而言，国民通过选举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和规范常常是不及时、不彻底的，毕竟办一场选举需要成本和时间，而公共事务每天都在发生，靠选举进行制约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也是很多人提到的民主体制不稳定的弊病。而真正高效的制约应当来源于国民对征税和财政支出的知情权，各社会阶层的充分博弈和有效限制。这个道理也简单，如果你花每一笔钱都要公示并经过讨论和论证，那么你就更不容易挥霍浪费，或者做出让整个社会民怨沸腾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那些特别优待外人的时代，经常是国家权力比较强大，政府的财政相对宽裕的盛世，比如乾隆时期对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的接待规格之高，都给当时的使团成员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然而同样印象深刻的是沿途居民的贫苦，由于饥饿，人们不放过任何食物。因此使团成员斯当东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马嘎尔尼总结说，专制主义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乾隆皇帝的格外优待，不仅没有换来英国人的认同和臣服，反而大大助长了他们对当时中国的厌恶和轻视。反而是在嘉庆之后，由于清朝国力逐渐衰弱，朝廷对外国使团的超国民待遇反而下降了不少。这当然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国家强大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如果你需要本期视频的文字稿，可以加入我的基础会员。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请联系我的邮箱，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历史与教育这个列表内，
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